我們要炸鎬山，告訴伊朗人準備好。鎬山核設施正是被伊朗藏在地下數百米的寶貝，伊朗以為挖得夠深就安全了，美軍最猛的鑽地彈也拿他們沒辦法。所有人都以為特朗普一定會放棄打擊伊朗的核設施，然而美軍重新動手之後，他卻再次提起了最初的目標，意思很明白，你藏再深，我也要把你揪出来。與此同時，超過20架軍艦、數百架戰機蓄勢待發，霍爾木茲海峽再次被美軍封鎖。特朗普再次強調，這場戰爭要打到他說停為止，並喊着要向過往船只徵收20%通行費。然而在短短1天內，他又改口說要取消收費。特朗普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其實美伊停火之後，小範圍的摩擦就沒停過，因為伊朗管不住自己的手。停火期间，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為所欲為，表面上說要與阿曼等國商議，大家一起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實則完全是獨攬霍爾木茲海峽的主導權。敢不走我要求的航線，那我要炸你；不按我的要求向我匯報，我還是要炸你。反正進了霍爾木茲海峽，必須聽伊朗的話，只要不如伊朗的意，無人機和導彈隨時可能飛到頭頂。這段時間以來，新加坡、阿聯酋、塞浦路斯等國的商船基本都被伊朗襲擊過。據路透社報道，單是7月6日到7日這2天，伊朗就連續襲擊了多艘中立國商船，卡塔爾、沙特和馬紹爾群島的3艘油輪被導彈和無人機擊中，船上燃起大火。簽停火協議的時候說得好好的，要保證商船的安全通行，誰知道伊朗根本沒拿停火協議當回事，這一系列操作分明就是挑釁。特朗普本來就沒多少耐心，這一下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於是當即拍板撤銷伊朗的石油銷售許可，然後美軍就動手了。戰機升空，精確制導炸彈砸向伊朗境內超過80個軍事目標，防空系統、指揮網絡、海岸雷達，還有反艦導彈陣地全被端了。最狠的是，美軍一次性幹掉了60多艘小型快艇，這些平時在海峽裡橫衝直撞、騷擾商船的海上蒼蠅，一夜之間被美軍拍到了海底。此後的每一天，美軍像是打卡一樣，從伊朗沿海一路打到縱深，甚至還順手測試了一下新裝備，3艘單向攻擊無人艇衝入阿巴斯港口，給伊朗的海軍基地狠狠來了一記重擊。伊朗不甘心，喊着要報復，於是又開始哐哐向海灣各國射導彈。約旦、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曼全都遭了殃。直到7月13日，累积的火星終於爆了。特朗普正式通知國會，美軍已於7月7日重啟對伊朗的打擊。就這麼一封信，炸翻了整個華盛頓。根據1973年的戰爭權利法，總統發動軍事行動後，必須在48小時內通知國會，而且未經國會批准的行动，最多只能持續60天。特朗普5月的時候曾經通知过國會一次，說戰爭已經終止，給當時的美伊衝突畫上了一個句號。現在他通知國會，等於重新激活了一個新的60天倒計時，承認那幾天的打擊不是小打小鬧，進而向全世界宣告，美伊的軍事衝突正式進入2.0時代。有人可能會問，國會不是已經投票要求結束戰爭了嗎？沒錯，美國參議院此前剛通過決議，要求特朗普停止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但白宮的說法很硬，特朗普是3軍統帥，現在做的一切完全在憲法權力範圍之內，所以別人再想反對也沒用，想反對那等60天以後吧，起碼在這60天裡得按特朗普的劇本來。美伊重新交火之後，特朗普的打擊節奏快到離譜，每天一波，一波比一波狠。3名美國官員匿名向路透社透露，這些打擊不只是為了報復伊朗襲擊商船，也不只是為了打開霍爾木茲海峽，更關鍵的是削弱伊朗防禦，塑造戰場。看到這句話，我的心都咯噔了一下。之前一度傳出消息說特朗普想要對伊朗採取地面行動或者打擊核設施，但是那個時候美軍只是按部就班的空襲，最多也就說一下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什麼時候用上過塑造戰場這種詞？能透露這種口風，說明這一次特朗普很有可能要來真的了。先把伊朗的防空系統、無人機發射陣地等敲掉，多了伊朗的爪子，到時候美軍想打哪裡就打哪裡，伊朗會有还手之力嗎？他瞄準的目標也很明朗，要打就往最疼的地方打，快艇和導彈都不算什麼底牌，這種東西只是工具，給伊朗底氣的是2樣東西，藏在山裡的核設施和靠石油換回來的錢。所以他在接受採訪時一口氣拋出了2個名字，鎬山和哈爾克島。鎬山是扎格羅斯山脈地下的核隧道，哈爾克島承載着伊朗90%的石油出口。這2個地方只要搞定一個，都能讓伊朗氣得吐血3升。只不過無論是哪一個地方，都離不開一個詞：地面作戰。大家都知道的，開戰以來，特朗普一直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因為他必須顧及國會的態度，所以這個選項他不會輕易動用。因此有很多人篤定特朗普絕對不可能進行地面作戰。然而這裡有一個關鍵細節被漏掉了，誰說只能讓美軍進行地面作戰？美國國會只能管美軍，但如果是其他國家的軍隊呢？以色列、阿聯酋這些國家可是一直都支持特朗普狠狠打一頓伊朗的，只是之前的特朗普考慮到選舉等因素，多少還是有些猶豫。如果這些國家已經不滿足於提供口頭支持，而是打算自己上陣呢？和伊朗扯皮扯到不耐煩的特朗普會不會支持這些國家動手？這可都不好說。相比起軍事上的位置，在錢方面，特朗普就果斷多了。他剛通知國會要恢復對伊朗的打擊，扭頭就宣布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林肯號、布什號、全獅號嚴阵以待，數百架戰機分散部署。最重磅的還是特朗普的話，除了伊朗相關的船只，其他商船隨便過，只不過要交20%的通行費。這一招完全是向伊朗學的。誰不知道伊朗天天喊着要收過路費？伊朗一看特朗普的要求，瘋狂點讚特朗普的邏輯。對，要過海峽就要交錢，這個思路沒毛病。但他們真以為特朗普是來和他們一起搶錢了，還在拼命宣傳說美國的收費太貴了，伊朗的收費更合理。結果第二天，今天反轉來了。特朗普表示什麼過路費不收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反轉，核心原因在於海灣各國的態度。特朗普剛放話要收費，沙特、卡塔爾、巴林、科威特、阿聯酋的領導人就察覺到了不對勁，輪番上陣給白宮打電話，最後確定要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於是特朗普欣然鬆口，這也是特朗普一貫的手段，先喊出一個高到離譜的要價，然後等人過來和自己談一個讓雙方都舒服的結果，最後怎麼都是賺。也就是伊朗已經和特朗普打了這麼久的交道，還看不出來特朗普的手腕，真以為特朗普要搶他們的收費生意。這種生意難以長久，還會引發重憤，哪裡比得上長久的投資？特朗普本來就是做生意起身的，自然比伊朗更懂要怎麼選。和海灣國家掰扯清楚了錢的事，接下來的重點還是要回到伊朗身上。他在賓夕法尼亞的演講裡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會看看是跟他們和解，還是乾脆把這事了結了。了結這個詞很微妙，了結的方式有很多種，和平協議是了結，政權更迭也是了結。所以接下來會怎麼走，3個變量決定了這場博弈的終點。第一個變量，美軍要打多久？連續數天，每天數小時的空襲看着很爽，但彈藥消耗是天文數字，所以肯定不能一直這麼耗下去。特朗普手裡捏着60天的合法窗口，要結束這場戰爭，就要看特朗普想要打到什麼程度，是讓伊朗徹底崩潰，還是讓伊朗低頭？很大程度上，他的選擇決定了這場戰爭的走向。第二個變量，伊朗還能扛多久？伊朗的核心問題不是軍事裝備不夠硬，畢竟全球任何國家的軍事裝備放在美国面前都不夠看。最關鍵的問題是經濟命門太脆弱。據7月7日報道，美國官方匯率42000里亞爾兌1美元，但是在公開市場上要175萬里亞爾才能兌1美元。基本食品價格在一些地方已經翻了2番。這時候，美國撤銷了伊朗的石油銷售許可，本來就脆弱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國際能源市場再瘋也救不了伊朗，因為美軍在霍爾木茲海峽守着，它的油根本出不了港。所以伊朗政府現在面臨一個無解的死局，戰爭要花錢，民生也要花錢，但錢從哪兒來？解決不了錢的問題，他們就永遠沒辦法和美國硬剛，也就扛不了多久。第3個變量，那些盟友能提供多少支持？美國動手之後，俄羅斯往德黑蘭派了一架图214PU 空中指揮機，俗稱末日飛機。這東西是給最高領導人用的空中指揮所，裝了高級保密通訊系統，聽着挺唬人，對吧？但仔細想想，俄羅斯在伊朗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派過去的是一架指揮控制機，看起来完全像是保底用的。真出了大事，讓伊朗領導層趕緊坐飛機跑路。至於別的，愛莫能助。畢竟現在的俄羅斯被烏克蘭拖着，根本騰不出什麼餘力。而在美國這邊，要看的就是海灣各國的態度了。之前海灣各国存在明顯的態度差異，阿聯酋支持美國繼續打，沙特想保持克制。現在沙特也和阿聯酋站到了一起，鼓掌歡迎美國繼續打伊朗。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不僅支持美國，還順帶收拾了一下伊朗的小弟胡塞武裝。這事說來也巧，也是在7月13日這天，也門胡塞武裝控制的薩那國際機场挨了炸，跑道被炸出了好幾個大坑。也門國際公認政府直接認領，就是我打的。理由是一架伊朗馬漢航空的飛機未經許可硬闖也門領空，上面載着胡塞武裝代表團。這批人剛去德黑蘭參加完哈梅內伊的葬禮，也門政府說得很明白，不能坐伊朗飛機回國。誰知道伊朗有沒有給你偷塞什麼武器？
要回國就坐也門自己的飛機。誰能想到胡塞武裝一门心思非要坐伊朗的飞机，也门政府干脆动了手，但是胡塞武装根本不听这些，矛头直指沙特阿拉伯，然後就對沙特南部的艾哈邁國際機場發射了彈道導彈和無人機。這是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以來，胡塞武裝首次公開承認對沙特境內目標發動打擊。這一指認完全就是無厘頭，最有可能的原因還是胡塞武裝要給伊朗出頭，伊朗被揍得不好看，小弟也沒面子，說不定背後還有伊朗的指示，就是借此機會告訴美國，你別動我，我背後有小弟撐腰，他們能聽我的話去揍其他國家，你動我試試。但伊朗忘了一件事，這些國家本來也不是好惹的。當初沙特之所以要簽停火協議，是因為人家一門心思跑去搞經濟了，現在這一挑釁，沙特也開始想着還擊。據阿克西奧斯報道，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已經找上了特朗普，說想要重新開展對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特朗普也大手一揮，同意了。一旦沙特和胡塞武裝戰爭重啟，影響的就不僅是雙方，還有後面的美伊。到時候的中東就未必是現在這種克制的局面了。說實話，伊朗在中東搞了這麼多年的代理人戰爭，本質上是我打不過你，但我可以煩死你。然而事態發展到現在，伊朗或許要掂量一下了，這個戰略還能不能繼續用？因為美國的態度很明顯，以前你能煩我，是我懶得管你，現在我要管了。我不僅能單方面碾壓，還能喊整個地區盟友圍毆你。面對這種情況，伊朗能扛住嗎？今天的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覺得美伊這場戰爭會打多久？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大家一起討論。咱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